我和豪门千金结婚了，没想到婚后第2天，佣人就把我叫起来扫地。豪门世家还需要姑爷扫地？难道是刚结婚想给我一个下马威，还是佣人替主人故意刁难我？等我打开门一看，彻底懵了，怎么地上全是银行卡？姑爷，这是老夫人提前让人准备的，我想着别耽误了吉时，就过来喊您了。看我还是不太明白。哦，对了，姑爷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边的习俗，结婚第2天早上啊，岳母要把钱给姑爷扫，老夫人嫌麻烦，就直接弄了一摞卡来，你就象征性的扫一下就好。这是哪里的习俗？天啊，能不能让我天天扫，天天早上扫钱？哦，不对，扫银行卡。谁还赖床？谁还有起床气？我接过扫帚，把卧室门和走廊上的卡全扫进簸箕。也不知道一张卡里有多少钱，就算一张1万块，这几十张也就有几十万。姑爷，老夫人说密码是您的生日，您收好。还没等我说话，对面卧室的门被人打开，一张美得不可方物的脸出现在眼前。早啊。早。他瞥了眼张婶手中那一摞快要握不住的卡，不用拘谨，收着吧，自己留着花。说完他就走进了主卧。我根本就没有拘谨，刚才想接过来被你打断了。张婶再递过来的时候，我毫无负担的收下，拿着卡回到卧室放在桌上，准备去洗漱换衣服。通过脑中记忆知道了原主跟我是同一个专业，而且2人都是国内顶尖大学的研究生，只不过原主一毕业选择留校成为大学老师，而我无奈选择进了一家私企工作。原主有3天婚假，不用上班，这3天在家看一看原主之前做的课件，到时候给学生上课不至于出错。我其实特别喜欢原主这份工作，双休不说，其他假期也正常休，还有寒暑假，没有早8的课，可以晚点起床去上班，也不用没完没了的开会，下午没课就能回家，晚上的时间全是属于自己的。上一世我妹没有留校，是因为不想吗？是因为种种原因让我无法留校啊！感谢原主，感谢感谢。洗漱的间隙，我听见了隔壁房间传来响动。我刷着牙从卫生间探出脑袋，看见女人已经从衣帽间走出来了。赶紧洗漱完下楼吃早餐。好。刚才傅云霄那句话让我有一种2个人一起生活了很久的感觉。其实原主跟傅云霄在今天之前也就见过2面而已，第一次见面是订婚时，第2次见面是结婚时。早餐期间，傅云舒好像把我当成了透明人，全过程没搭理我一句。他吃完饭后，在餐桌上放下一张银行卡，以后给你的零花钱就打到这张卡里，你收着用，用你身份证办的。好，不愧是女总裁，给零花钱的剧情这就来了。只要钱到位，别说女总裁不搭理我了，家不回都成。傅云舒说完就去上班了。我拿着卡回了房间，把他和今天早上扫地扫的那些卡放在了一块儿。想了想，我又拿起来，尝试用手机银行 APP 绑定那张卡，果然能绑定成功，还是大小姐想的周到。现在都是手机支付，用我身份证办的卡才好绑定各种软件。200万，也就是说每个月零花钱200万。天呀，这还上什么班？现在我的好奇心可不只有这张卡。本着试试的心态，我拿了一张早上扫地扫的卡，输入卡号也绑定成功了。也就是说，岳母给的卡也是用原主身份证办的，一张卡60万，这么多张卡，怎么说也有上千万了吧？全部都是60万，我算是明白了，这老太太是喜欢6这个数字啊，图一个吉利。原主，我向你道歉，这些钱现在是我的了。我把那些卡全部绑定之后，收回抽屉里，打算出门转转，看一看这个美丽的世界。果然，有了钱，全世界都是美丽的。至于早晨打算好的看课件，先放一放，不急这一会儿，拿上手机。姑爷，要给您安排车吗？哦，原主经常开车去上班，而我虽然有证，但是拿了证之后从来没有开过车。为了自身安全考虑，我要出个门，你帮我安排吧。刘叔，去丰源大厦。其实我没约任何人，单纯就是想去附近最繁华的商场转一转，体验一下买喜欢的东西不用看价钱的感觉。如果说穿书是一种体验，那么我将利用富家姑爷这个头衔能提供的所有便利，在这一世好好享受一番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姑爷，这是咱家旗下的商场，要不要我提前跟里面的人打声招呼？不用，我就随意转转。大厦一共28层，从8楼开始租给各种公司当办公场所，7楼及以下是商场，负1楼和负2楼是停车场，1到7楼经营了很多奢侈品店。还有超市、母婴用品店、室内游乐场、餐厅、书店、电影院、健身房、服装店、猫咖等，整个商场的装修很奢华。我进来后看见一家 4S 店，正打算进去看看，迎面走过来一对夫妻。温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淡定的在脑海里回忆了一下，这男人是原主的同事，叫江浩，他老婆还有1个多月就到预产期。2人在学校共用一间办公室，不过江浩不经常去办公室，平时就我自己一个人在用，所以江浩总觉得我占他便宜。我觉得江浩这个问题有点奇怪，我不在这儿应该在哪儿？你不是休婚假回家结婚了吗？而且你结婚也没有邀请学校里的同事，好多人都猜可能是你老婆拿不出手，所以才没邀请大家。大家都在议论你老婆会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确实，原主从来没有跟同事讲过关于他的婚事，没人知道他娶了谁，他觉得这是自己的私事。而且像傅云舒这样的人，他说自己老婆是他也没人信啊。再说原主平时人也低调，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小伙子，但其实他家也是海城数得上的豪门世家。来参加他俩婚礼的都是商圈和豪门大佬级别的人物，没有邀请同事，主要是觉得刚入职半个月，在学校没有熟人而已。学校领导倒是有几个来参加婚礼的。我老婆是京市的，没有回老家。哦，那你老婆怎么没和你一起？按说结婚不都有婚假吗？她怎么还要去上班？这企业一看就不正规，连婚假都不给。当初我和我老婆结婚，除了3天婚假，还特意请了年假去巴厘岛度蜜月。你俩不会没准备出去度蜜月吧？还长这么帅了，可惜家里条件不好。你这时候不应该在这儿，你应该在某个风景不错的地方和你新婚妻子度蜜月。这话我算是听出来了，处处打探别人私生活。哼，对比之后彰显自己的优越感。对啊，他还要上班。早上说是有个跨国会议，要谈一个上千万的订单，我也不好耽误他的时间，所以就自己出来溜达溜达。至于以后有了孩子，我们可以请月嫂，出了月子还能请育儿嫂。你们应该已经看好月子中心了吧？出门在外，身份是自己给的。虽然我不知道傅云舒今天上班忙什么，但这也不影响我发挥。豪门家庭还能请不起月嫂和育儿嫂吗？孩子还用得着亲自带吗？我这漫不经心的几句话，深深地刺痛了江浩的老婆的心，瞬间脸色难看了起来。还没呢，正在看。今天出来买点小孩衣服。那温老师先不聊了，我们去2楼逛逛。好好好，再见。等他们走后，我也准备去母婴店，打算买点婴儿用品，送给刚出月子的发小老婆。也是刚才碰见江浩，我才想起来，原主有个发小，他老婆刚出月子。没想到的是，在母婴用品店又碰到江浩两口子，我就当没看见，继续逛自己的。这个母婴店挺大的，我直接走向另一个区域，省得碰面了。又听他阴阳怪气，在母婴店消费10多万，留了发小家的地址。我准备去金店逛逛。可能对于原主来说，从小就能收到亲人长辈送的奢侈品、贵重物品，对金饰并不感兴趣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从未想过自己面对黄金还能财富自由，所以我给发小的小孩挑了一块金锁，然后给自己挑了一个金手串。至于衣服什么的，我没打算买，家里衣帽间里太多了，等以后再买。回到家才11点多，我洗了个澡出来，刚换好家居服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却打来了电话。温晨，你今天怎么给孩子买了那么多东西？对啊，你们喜欢吗？你可真是买到了我的心坎上，玩具车真实用，我都想玩。嘿嘿，我还给孩子买了金锁，明天去看你再带过去。哎呀，破费了。对了，你昨天晚上嘿嘿体验感怎么样啊？你可真八卦，我们昨天分房睡的。怎么分房睡啊？你们刚结婚就分房，什么时候才能发展感情啊？你说你到底在磨叽什么呢？说你呢，你又不是协议结婚，有没有约定将来会离？所以日子该过还得过，总不能任由傅云舒在外面找。我不信傅云舒在外面找。几句话给我干沉默了。对啊，又不是协议结婚，能过下去还是得过。我回忆了一下原书中关于原主什么时候开始跟傅云舒同房，什么时候出的车祸，两人后来关系如何，有没有互相爱上，这些关键信息点都没写。我挂断电话后也思考了半天，我觉得一切都是新的开始，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，顺从自己的内心。下午的时候，我拿了书和电脑去书房，发现书房除了傅云舒的办公区域，还有一块区域像是新准备的。姑爷，家里每一层都有书房，小姐考虑到您的工作可能会经常用，想着您上楼下楼会不方便，让人把2楼这间书房重新布置了一下。平时小姐在这边办公，另一半区域是您的。原来傅云舒连这都考虑到了。于是我不客气地走到属于自己的区域，把电脑和书放下来。张婶把果汁放下就走了，留我一人在书房学习。我看了下原主学过的专业知识，跟我学过的大差不差，所以我对书本中的内容并不陌生。好歹我大学也是一路拿奖学金的，教大一的学生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我研究生毕业才2个多月，入职也才半个月，现在是9月中旬，正是大一新生入学的时候。大一的学生们已经军训了半个月，马上就要正式上课了。但为了不出错，我决定模拟一下上课的样子。1楼客厅，云舒下班回来后，先生呢？在楼上书房呢，姑爷可认真了，我刚才去给他送喝的，他在模拟讲课呢。傅云舒好像对我在干嘛并不感兴趣，麻烦喊他下来，我带他去见个朋友。姑爷需要穿正式一点吗？我帮姑爷准备衣服。不用，简单一点就好。姑爷，小姐回来了，说是让您换一套衣服，她带您见个朋友。好，我马上来。我对着镜子也练习的差不多了，就是感觉还差点意思。听见张婶这样说，我只好快速收拾一下，走出书房。应该是小姐走得比较近的朋友，不用穿得太正式。小姐说可以随意点。好的，谢谢张婶。回了卧室，9月中的京市还是热的。听到我下楼的脚步声，昨日我们婚礼有个律师朋友刚好有事没办法到场，所以今天要我请客，让我带上你。反正我也没事，去就去吧。我也想多接触一些他的朋友亲人，总得了解一下他跟哪些人关系不好。关于车祸的事情，也能多警惕一些。
你今天一天都在家吗？没有，我上午去丰源大厦逛了逛，给我饭小的小孩买点东西。车子很快到了一个静谧的小院门口，门前挂的牌子写着栩栩四处。这是一家家常菜馆，老板是海城人，做的海城菜很正宗，你应该会喜欢。下车吧，他们在里面。他们除了我们俩还有几个人啊？2个，他们是夫妻，你见了应该会认识。啊，我认识的夫妻。走吧，进去你就知道了。你们是雷雨夫妇，两人是网上有名的大博主，共同账号叫雷雨夫妇，所有平台的账号加起来得有2000多万粉丝。女人叫王宇，是一名律师，专门在网上普及各种法律知识，分析各种案例，同时帮有困难的人免费提供法律援助。男人叫任磊，原本是一名注册会计师，后来成了一名全职奶爸，除了带娃之外，就是拍摄带娃日常，还有直播卖货。还好啊，还好，我下午学习之余刷短视频了。跟我们介绍一下吧，这是我先生温晨，我想就不用给他介绍你们俩了吧。姐夫好，你们好，我对你们可太熟悉了，我还关注了你们的账号呢。是吗？哎呦，太捧场了！昨天你们的婚礼的时候，王宇正在法庭上给人打官司，我因为外公生病去了一趟江城，没能赶回来。听其他朋友说，温先生帅得很，今日一见，果然玉树临风。云叔真幸福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很幸福。我心头好像被什么撞了一下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脸红。点菜吧，看看还想吃什么。谁谈恋爱了，或结婚了，就把对象拉到群里，大家偶尔会聚一聚，约着爬山露营什么的。我把你拉进群，咱们以后约着出来玩。好啊。和两口子分别后回到车上，这2人平时喜欢出去玩，知道的好玩的地方比较多。度蜜月你不知道去哪里的话，可以跟任磊聊聊，或者你有想去的地方就告诉我。度蜜月，我差点以为自己幻听，怎么就聊到了度蜜月的话题上？再说了，咱俩也会去度蜜月吗？咱俩去度蜜月不会去了大眼瞪小眼吧？是妈安排的，我已经找了你们学校领导，帮你请了1个月的假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 Oh my god， 这是神仙岳母！我震惊的说不出话来，真爽啊！当晚因为自己多了长达1个月的假期，高兴的睡不着，导致第2天我睡到了上午11点才醒。洗漱之后穿了身干净舒适的衣服，直接让司机送我去发小家。我临时出差，明天回来。这2天你收拾一下，我们明天下午的机票飞港城。我直呼好家伙，机票都订好了，行动力杠杠的。昨天晚上我说自己没意见，让他随意安排，没想到第一站竟然是港城。也好，港城挺繁华的，我正好想去看看。不巧的是，我刚从发小家吃完午饭回来，就接到了岳母那边的电话。姑爷，老夫人摔倒了，现在在医院。我挂断电话，立即赶去医院，岳母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。姑爷，老太太吃完饭去花园里散步，看见一只流浪猫在墙角，觉得可怜就想去抱它过来。因为前天夜里下雨的缘故，墙角的水还没干，老太太一脚踩过去就滑倒了。刚才做了检查，医生说她右胳膊骨折了，右腿也被石头划伤，需要手术治疗。唉，庆幸的是没摔到头，还好其他地方也没事，不然可真没法跟大小姐交代。我听完都觉得疼。老太太年纪大了，去豪门老宅后花园也没人陪着，一下子滑倒，胳膊都摔骨折了，当时肯定疼得不行。按说老宅的佣人应该更加细心才对，没想到还能让岳母把胳膊摔骨折。此时爱旅行的岳父还在大西洋彼岸，而夫人叔又出差了，通知他也要等下午的飞机才能飞回来。我作为第一个到场的，不免要向佣人和管家问责。老太太这么一摔，要受多少罪？当时为什么就没人帮老太太去抱猫？按说他们这种豪门家庭，光是院子打扫小天户都要用好多个佣人，当时院子里的佣人呢，怎么就能让一只野猫在院里逗留？墙角的积水为什么没有及时清理干净？平时都有人陪着的，今天老太太去花园的时候，陪着的那个佣人突然拉肚子，就离开了一小会儿。当时我正在给大家开会。开会？开什么会？听说过早会、每周总结会、月末会议，还不知道家里佣人午饭后要开会，也没见周管家给佣人开过会。就是二夫人说老太太要过生日了，让我们悄悄给她准备生日宴，到时候给她惊喜。所以我就想着趁老太太吃完饭要午休的时候，开会给大家说这个事儿。而夫人，这不是傅云舒的二婶吗？书中女主的妈。书中背景介绍中提到，她当年为了嫁到傅家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所以婚后在傅家一直不受待见。不过在她女儿成为继承人后，她的日子也好过起来。她跟岳母的关系好吗？怎么还偷偷给老太太准备生日宴？那也得把主次分清楚。您在老宅的主要任务不就是把老太太照顾好吗？其他的事情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顾家是缺那点钱请人的家庭吗？二夫人说。二夫人，你怎么光听她的？二夫人说的
就一定是对的吗？手术中3个字让我等得有点心焦。我以为大小姐不在，姑爷根本不会管这些，所以也没想那么多。姑爷看起来很生气，自己的工作不会快要做到头了吧？不愧是老夫人亲自选出来的女婿，心疼老人也是真的。面对我的话，宋管家只好陪着笑。我们当时想这是为老太太好，所以才听二夫人，没想太多，哪知道这么巧合？巧合？哪有那么多巧合？书中傅云舒的堂妹不就是二夫人的女儿吗？堂妹成了新继承人，二夫人就立起来了。这么一想，我甚至怀疑那场车祸跟二夫人有关。那么如果真的跟他们有关，二夫人是现在就开始作妖了吗？记忆中，原主曾经做过不少好事，应该也是比较热心肠和正义的人。那么我的死会不会是因为发现了什么，或者是看到了什么，所以有心之人想害我？也不怪我把二叔一家想那么坏，毕竟傅云霄出车祸，最大的受益者是他们一家。如果我的猜疑是对的，我现在问责，要是被二夫人的眼线知道，说不定从现在开始就要盯上我。我怕结局像原主一样。不行，我不能暴露自己。行吧，下次注意点，不管有什么事都先顾着老太太，她身边要一直有人陪着，院子里的各个角落都得清理干净。事已至此，也只能先在手术室外等待。跟傅云霄说了吗？给大小姐打过电话了，她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感觉过了1个世纪那么久，老太太终于被医生从手术室推出来。主刀医生是傅云舒的同学，自然认识我。温先生不用担心，手术并不复杂，就是骨折打了3根钉。老太太有点受罪，之后要多休息，好好休养一段时间。辛苦了，裴医生，我先去看看老太太。走进病房后，我走到床边看了眼老太太，此时她还没醒，手上插着针正在输液。病房内除了我和冯管家，还有2名佣人和1名护理师。不要让太多人围着病人，会影响病人休息。你们先去外面客厅候着吧。等了一段时间，老太太终于醒了。别担心，哪有人不磕磕碰碰的？听说骨折是挡灾呢，就当是给自己挡了灾，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。看着老太太，感觉比自己亲妈还亲切。妈，您倒是想得开，我不免想到上一世自己的亲妈。我那个妈要是摔倒导致骨折，醒来肯定要说都是你们不争气，要是给我买了好房子，我还能摔倒？哎，我命苦哦，一辈子操劳，孩子没一个孝敬的。不过说到亲妈，我到现在也没见过原主的亲生父母，他们2人在原主6岁的时候就离婚了。后来很快又各自有了家庭，原主跟着父亲和后妈生活，两边的关系还凑合。结婚的时候2人倒是都来了，只不过都带着各自的另一半和孩子。妈，您躺着好好休息，我回去安排一下厨房给您送饭过来，您现在得多补补。不用，家里有厨师有佣人，一会儿他们自己就送过来了，不用管。你就坐在这儿陪我说说话就好。明天你们就要去度蜜月了，听说你们第一站去港城，妈给你讲讲我当年在港城遇到的事情。妈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去度什么蜜月啊？正好我有1个月假期，就在家陪你。这老太太真是特立独行，生病也不需要儿女在身边伺候，反而还让我们按照计划去度蜜月。那不行，好不容易趁着结婚请了1个月的假，哪能说不去就不去了？我不就是骨折了吗？有佣人照顾，用不着你们。没事儿，我还有寒暑假，什么事情有陪家人重要啊？等你好了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至于蜜月旅行不去也没什么，我都怕跟着傅云舒出去太尴尬，现在正好有借口不用去了。傅云舒赶到时，从病房的玻璃窗看到我俩在说话，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。豆豆躺在病床上的老太太一直在笑。你来了。妈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疼不疼？没事，妈好着呢，就一个小手术而已。妈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没事的。我悄悄走出去，把空间留给母女2人。刚走到客厅坐下，好好的怎么摔了？你们这些人怎么做事的？连院子里的污水都清理不干净。是二夫人，我能听出是她的声音。二夫人真的很年轻，看起来也就40出头，保养的真不错。二婶，你妈怎么样了？妈刚醒过来。我看着外面的太阳都要下山了，这会儿还没吃饭呢，等会儿家里会送餐过来。走，我去看看。这人啊，年纪一大，摔一跤可真遭罪。这女人看起来很面善，说话也轻声细语，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。嫂子，你怎么能摔了呢？当时身边都没有人吗？老太太原本正跟傅云舒说话呢。坐吧，来，坐这儿。我听说之后就连忙赶过来，正好今天家里炖了排骨汤在温着呢，我就给你带来了。不是说吃啥补啥吗？你多喝点汤，吃点肉，让骨头快点长好。你闻闻香不香？你有心了，这汤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开。这2人平常关系应该还不错，要不然二夫人也不能这么着急赶来送汤。我之前的分析是不是有点片面了？温晨还没吃饭呢，这有你二妈妈看着。我不饿。快去吃饭吧。走吧，先去吃饭。想吃什么？都行，能吃饱就行，我不挑食。傅云舒，你确定吃这家？就这家，进去尝尝。大小姐、姑爷，你们看看吃什么菜？林叔做几道招牌，再来壶茶水。好。
好嘞。这是谁开的店啊？刚才那位不仅仅是这里的厨师，也是这里的老板，他是我爷爷的徒弟，以前是高级餐厅的主厨，后来经历些事情自己出来开店，我爷爷给他出了一半的资金。哦，爷爷以前是厨师啊。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故事。这家看似不起眼的店面，实际内部装修还有消费规格都不低。爷爷是厨师，就是因为他做饭的手艺看上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提也罢。看来这其中应该是有不愉快的事情，还是算了吧，不问了。来来来，菜来喽，你们慢用。谢谢林叔，你尝尝，味道很不错的。这里面的所有菜和肉都是最新鲜的食材，蔬菜是自家农场种的，没农药化肥，肉也最好。以后怕不干净就来这儿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犹豫再三，开口说道：“明天去港城的计划取消吧，妈都住院了，我们还出去玩不太合适。”不去就不去吧。回到病房，老太太已经睡下了。老太太跟二夫人聊了很长时间，估计是累了，所以早早睡下了。你俩回去吧，不用担心。刚才院长又叫来2个专业陪护，轮流看着老太太，你们放心吧。王宇他们几个约我去酒吧，你去吗？不去，我不会喝酒，准备回去休息了。行，我让刘叔过来接你。刘叔就在附近，几分钟就过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少喝点酒，喝完酒就别开车了。晚风有些凉爽，吹散了空气中的燥热。爷爷说，有人关心才会幸福，我好像体会到了一点那种幸福的感觉。睫毛微动，柔声回应：“好，我知道了，刘叔很快就到了。”他看着我上了车，才自己开车离开。酒吧里几个人看到他来，忙给他让出位置。来，你可来了，姐几个都等你呢，大忙人。好不容易待着你一会儿，今天怎么着也得多喝几杯。我老公让我少喝点儿。你来酒吧吃水果来了？怎么这就开始听老公话了？喝酒伤身，你也少喝点吧。哦，那以后咱别约酒吧，直接去甜水店，回去还能帮老公带一杯。没想到婚假结束第2天，接到了江浩的电话。温老师，你怎么请假了？请1个月假去度蜜月。至于去成去不成，就没必要跟他说了。没想到对方直接破防。温老师，刚开学你就请假，主任让我和另一个老师带你的课，你不知道自己给我们增加了多大的负担吗？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有想过。不过谁还没个请假的时候？再说了，这都是校领导安排的，又不是我强行塞给你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主任会把课分给你，我可以跟其他老师说一声，让别的老师。就被江浩打断了。行了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不就是看我要陪老婆休产假了？你担心要帮我代课吃亏吗？也不知道走的哪个大领导的后门，现在偷摸请假，故意把课塞给我。我走后门，还故意把课塞给他。不知道具体情况就这样恶意揣测我，什么人啊！女婿，你干嘛呢？我上午接老太太出院后，就一直在老宅待着。妈，是这么回事。今天上午江浩突然给我打电话，他不仅恶意揣测我走后门，还把课全塞给他。他以为他是谁呀？怎么能这样说你？真是的，有啥事好好商量不行吗？这课又不是不能调，你等着，这口气妈替你出。老徐啊，这事儿你办得忒不到位了。我女婿请个假，你悄悄摸摸的通知一下得了。现在弄得全校都知道他通过大领导请的假。还有，那课非得安排给马上陪老婆休产假的人吗？我也不是想搞特殊，关键你也知道，你大侄女好不容易结了婚，这不得培养培养感情吗？要不咋要孩子？小两口现在还分房睡呢，你说我不操心谁操心啊？再说了，我们复试每年给学校捐5000万，我女婿请个假都不行吗？你给那2个代课老师多发点奖金不就好了吗？这事儿有这么难解决吗？就这样，你找人重新安排一下。放心吧，徐校长能办好。虽然以前挺痛恨那些走关系的人，但是为了我这1个月的假能休得轻松点，等上班了给2个代课老师送点啥意思一下。妈，我陪你出去散步吧，今天不热，咱们出去走走。行，听你的。今天多云没有太阳，正适合出门溜达。夫家的老宅子在一片比较安静的地方，但是这里离学校、医院什么的距离都不远。我搀着老太太慢慢走在环境清幽的小路上。阿晨啊，我知道你们2人一直分房睡，你不用说，我都知道，这肯定都是云舒的主意。这几天他忙，我也刚从医院回来，等今天晚上他过来，我肯定好好说说他。哪有结婚就分房睡，太不像话了。今天晚上你俩留宿，
就睡他以前那屋。不要啊，我愿意分房睡啊。这也是原主当初提的，现在把这事推到傅云舒身上，等人回来一说，不就露馅了吗？哪知道我的沉默。你就是脾气好，还迁就他，什么都不好意思说。今天晚上我让他给你道歉。妈，不用，我们结婚前就见过一面。两个人根本就不熟悉，他工作又忙，可以慢慢来，不着急。道歉还是别了，傅云说又没有对不起我。你们不着急，我着急啊！你看看我俩年龄大了，就想膝下子孙环绕。还有你爸，要是有外孙抱，他肯定不总想着出去旅游了。主要我们俩年纪大了，不然也不能这么催你们。原本我们也是比较开明的长辈，以前就想着孩子开心就好，现在越老越觉得有些事情没办完，总有点不甘心呐。咱家里虽然没有皇位继承，但有很多资产啊，总不能之后便宜了外人。这话倒是没错，傅家是京师数得上的豪门，真的有很多资产需要继承。老太太和老爷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在身边，自然考虑得多。可惜原文中这些家产最后还是落在了二房手中。妈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哎呀，我也不是非要你现在表态，我就是希望你能认真对待这段婚姻。结婚又不是奔着日子过不下去就离婚去的，这还不是要两夫妻磨合吗？你别怪我说话直，在咱家孩子是必须要有的。你知道咱们家的家产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吗？我跟他爸白手起家打拼到现在也不容易。云舒小喜欢跟着爷爷做饭做菜，小学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厨师，他爸给他好一顿教育。从那以后，他爸刻意让他少跟爷爷接触，给他灌输经商的知识，就是为了有一天他能把这个家顶起来。我也心疼他，可你要知道，这是他要承担的责任。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听他把话说完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老太太说家业是她和老爷子一起白手起家打拼来的，那么后来落入堂妹手中，真的只是因为无人可托了吗？怪不得那天吃太白当提起爷爷时，他看起来有点不开心，大概是留下了童年阴影吧。傅云舒应该也是因为这些，并不想生孩子吧？妈，您说的我都听懂，我们刚结婚，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，毕竟孩子也不是着急就能有的，那方面的事情我俩也都没做好准备。你俩婚检报告我都看了，都身体健康，年纪轻轻干柴烈火的，最好要孩子。看着老太太不像开玩笑的样子，我彻底自闭了。当晚傅云舒果然被叫了回来。你俩回房间培养感情，哪怕聊聊天也行啊。傅云舒不想让老太太生气，便起身示意我一起回屋。我进了卧室，随意坐在了沙发上，边玩手机边想着刚才的事儿。今晚老太太吃晚饭时把傅云舒数落了一顿，说她不该新婚夜把我晾在那儿。傅云舒没否认，也没有任何情绪变动，就那样认真的听着。她应该不会在意，不会计较谁提的分房睡吧？老太太今天跟你聊了很多。我喊她出去散步，跟我说很多话。催生的事情就没必要说了吧？你跟老太太说是我冷落了你？不是我，是妈自己说的。那你也没有跟她解释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你现在怎么想？回去继续分房睡，还是开始履行夫妻义务？也不是不行，自己上一世一次恋爱都没谈过，也没尝试过那方面的事情。傅云舒美丽动人，我为什么要拒绝？孩子可以不要，夫妻生活可以有，我们到时候做好措施。孩子吗？看来老太太连继承家产这事都跟你说了。你这是想要个孩子巩固地位吗？我没那意思，只是针对履行夫妻义务这一点而已。算了，我今天睡沙发，回去也不用一个房间。我跟妈说了，这事不着急。我后悔了，刚才为什么要同意啊？直接暴露自己好色本性。近2年我都没有生孩子的计划，另外我之前就没打算分房睡，是你提出来的，我尊重你的意见。如果你是听我妈的配合我，那大可不必。我不喜欢强求你履行夫妻义务。至于咱俩的婚姻关系，你也不必担心。温父两家的联姻牵扯的是商业利益。听他分析，我有点头皮发麻。本来我穿来就是想体验生活的，我只想活在当下，不是老太太强求的。我就是单纯跟妈聊天，觉得她说的有道理。你非要那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而且履行夫妻义务，不是一直都能躲过去的，除非离婚，不然总不能无性婚姻。他这是说真话，还是在敷衍我？我见他一瞬不瞬地盯着我，心下一横，直接把人捞进怀里抱了起来，走过去轻轻把他放在床上，察觉到他身体的僵硬。别紧张，今天没有任何准备，我不会碰你的。我们洗洗睡吧。早晨醒来时，我旁边已经没有人了。洗漱之后下来，阿晨醒了，快来坐。昨晚睡得好不好？睡得挺好的。今儿是周六，你们2个都不上班，去约会吧。咱们家有个景区挺不错的，让云舒带你去玩玩。好。老太太年龄大了，有些事情能答应的我都不会反驳，只要她开心，
我愿意做任何事。我以为他不想做的事情就没人能强迫他，但傅云舒是一个很孝顺的人，我羡慕这样的母女关系，挺好的。我看着车窗外的街景，陷入回忆。自从川来，原主的父母只在我们结婚第2天给我发过消息，距离这么远，就不用带新媳妇回来了。之后就没怎么联系过。其实我的内心是渴望亲情，不过原主的父母早早离婚，原主从小就比较独立。是我那天闲来无事盘点了一下父母给的结婚家产，换算成现金大概有1个多亿，其中除了现金流，还包括很多不动产和公司股份。就算不靠夫家，我一辈子也可以生活无忧。虽说原主跟父母不亲近，但是人家该给的一点也不少。再想想我父母，别说托举了，连上大学的钱都不给，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。工作后还要给家里拿钱，没注意到车子已经驶入了景区停车场。想什么呢？到了，下车吧。我拍了拍自己的脸，怎么总想那些有的没的干啥？现在的生活这么舒服，应该知足啦。下车看到了几棵大楠树，我停下来拍了张照片的时间。傅云舒不知道跟售票处员工说了什么。姐夫！我一下子反应过来，这是傅云舒的堂弟傅星河，是二房的小儿子，准确来说应该是养子。书中有提到，傅星河6岁时原生家庭遭遇变故，被二夫人收养后成为全家团宠。因为年龄最小，乖巧可爱，也得傅家老一辈人的疼爱，更是姐姐哥哥们宠大的。在这儿工作怎么样？忙不忙？挺好的，我来的时候暑期高峰刚过去。大姐，谢谢你跟我爸说让我来这儿工作，我很喜欢这里。你喜欢就好。今天周6，我和你姐夫过来转转。好啊，我带你们转转，正好我这会儿没事儿。姐姐、姐夫，你们就得这样没事出来约约会。这还是老太太让我俩来的，不然我俩能出来才怪了。我们坐在观光车后排，听着傅星河的讲解，路上风景秀美，还有好多人在指定区域搭帐篷野餐。姐姐、姐夫，你们今天要不要在这住啊？这里树屋很不错的，傍晚可以看晚霞，夜里可以看星星和萤火虫。真的可以吗？眼前的树屋是木质结构，从楼梯走上去，然后坐滑梯下来，还有一个秋千。树屋有一扇很大的窗户，上面挂了一串漂亮风铃。真的能住在这儿？我不敢想我得多快乐。当然可以啊，咱自家的，姐夫想住哪间就住哪间。你安排吧，今天就住在这里。好嘞，这里每天都有人来打扫的。等会儿我再让人添置点东西。说完还冲我挤了下眼，这小子这一眼绝对不怀好意。我们又去看了其他地方，便去餐厅吃饭了。姐姐、姐夫，我下午有个会，不能陪你们了。树屋我已经让人布置好了，你们可以先去午休一下再玩。好，你忙你的，我们自己随便转转。傅云舒走在我身后，红唇弯了弯，看着我陷入回忆。每天不是吃饭睡觉上学，就是在去兴趣班的路上，要不就是在公司。我时常羡慕能跟父母一起去旅游的同学，也羡慕放学能和同伴一起看电影逛街的同学。我的青春期好像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。后来刚成年，父亲就把公司一步步交到我手上，感觉身上责任更重了。也就是近2年，我手底下培养了2个得力干将，才能偶尔会抽出时间让自己放松一下。像这样和家人一起出来游玩，这是第一次。家人，傅云舒，快过来开门，我要进去看看，快点啊！傅星河走之前把钥匙给他了，也不知道这女人在后面磨叽啥呢。这女人笑起来真好看。你快开门。入眼的就是一张大床，看上去非常柔软。我走过去，发现床上有2套干净的睡衣，旁边放着一个小盒子。这一定是傅星河那小子准备的，怪不得这小子冲我挤眉弄眼的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，真贴心啊。傅云舒也看见了，他看上去面无表情，但是微微泛红的脸颊还是出卖了他。你先去洗澡吧，不是要午休。我吃完午饭有点晕碳，加上早上起得早，现在困得厉害。我拿着睡衣就去浴室洗澡了。出来的时候就看见傅云舒坐在沙发上看书。你要睡午觉吗？你先睡吧，我去洗个澡。我闻言便躺下了，不一会儿我便睡得死沉死沉的。洗完澡的傅云舒在我旁边躺下，突然我翻了个身，腿差一点搭在他的身上。傅云舒轻叹一声，起床坐在沙发上继续看书。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的另一边。傅云舒，傅云舒，那女人睁开眼睛，你是不是被我挤得没法睡啊？要不要让傅星河再帮你准备一间房？不用了，豪门联姻，夫妻感情稳定，对2家的生意有好处。否则被人传出不好的事情，会影响公司股票。在外面还是要注意些的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傅云舒，你知道那几颗是北斗七星吗？知道。那你指给我看一下。10分钟后，景区经理让人送来一个天文望远镜。傅云舒把望远镜调试好，招呼我过来看。我操，好清晰！这也太美了吧！这也太清晰了，太美了吧！这是猎户座，那3颗连成一线的是他的腰带。云舒，谢谢你，我看到了最好看的星空。云舒，你真的好漂亮。
4日福星河来找我吃早餐，冲我挤眉弄眼的问道：“怎么样？昨晚愉快吗？”我喝了口牛奶，反问了句：“愉快什么？”福星河眨巴眨巴眼睛：“昨晚夜色那么美，小屋氛围那么好，就没有做点什么吗？我让人准备的东西用了没？”昨天我俩玩的太累，洗洗就睡了。谁在景区玩了一天，还有精力做其他事情啊？实际上我去卫生间洗了个凉水澡，回来发现傅云舒接到助理的电话，拿着电脑工作到半夜，而我抱着天文望远镜看到半夜。好吧，好吧，我还想着帮你俩增进感情呢。对于我来说，昨晚确实是记忆犹新的一晚。从景区回来，傅云舒和我说，我妈被她老姊妹接走住几天，所以这几天不用去老宅陪她了。老太太真不矫情，哪怕是胳膊骨折了，也挡不住她出门的心。在家躺了2天，我就躺不动了，还是得找点事儿干。除了看书看课件，原主好像一直有在运动。我喜欢打网球，要不然找个搭子一起打球。正好任磊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阿晨，救命！怎么了？孩子上学了，我好无聊，再不出门我就要发霉了。我那天看到你出去玩的朋友圈，给我羡慕坏了。但是周末熊孩子在家，我也出不了门。得，我就知道，就这精神状态能有啥事？正好瞌睡来了，有人递枕头。要不要去打网球？好啊，我家有个网球场，咱俩打，没人打扰，想怎么打都行。OK， 那我现在就过去。真好，场地和搭子都完美解决了，而且任磊家离我们家不远，开车也就半小时。一会儿让刘叔送我过去。冒间找了一圈，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。懂了，原主不喜欢运动，所以之前也没准备。我先让刘叔带我去商场买了2套舒适的网球服，然后把我送到任磊的家。刚开始2人打得还算温和，任磊笑着说：“现在只是预热，等着接招吧。今天打得真爽。你网球跟谁学的？请过私教吗？”我在脑子里回忆了一下，原主大学期间加入网球社学过一段时间，但是对网球的兴致不高，所以没学多少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毕竟原主家庭条件不错，请得起教练，不会被人怀疑。没有，大学期间学的。那你打得很不错啊，动作也标准。等会儿给你看看视频，你打网球时特别帅。我在来的路上，任磊给我发来消息：“阿晨，你能接受我拍摄放到网上吗？”我当时想都没想，欣然同意。所以从我进门开始，他就开始拍摄了。我俩休息了一会儿，洗澡换衣服，便坐在沙发上看他拍摄的视频。阿晨，你看你像个青春男的。然后任磊开始对我的身材啧啧称赞：“你看这大长腿，你看这肌肉，年轻真好啊！有钱真好啊！有钱可以买想买啥就买啥，闲暇时间还可以健身游泳请私教。这身材，当然任磊也很帅。磊哥，你也很帅啊！你看你多有男人味儿。来。”让你也感受一下男人味儿。此时旁边的设备还在开着，录下了所有的一切。在任磊家吃完午饭，我就回家，在家里睡个午觉，醒来，手机上某短视频软件提示我有99加的未看消息。我点开手机 APP 一看，私信和评论看不过来了。原来任磊在我走之后就剪辑了视频发到网上，他艾特了我的账号。这就是千万粉丝博主的威力吗？我居然火了！帅哥，求接！有人给我私信，帅哥多发点日常呗，让我们养养眼。帅哥，你的身材太好了，分享一下健身经验呗。哇，网球服有链接吗？太多了，我回复不过来。或者方不方便告知哪个牌子的？我要买给我男朋友。阿晨，你看我的视频了没？你火了？看了。我刚刚一看自己的账号，吓了一跳。第一次见这么多人，还有人问衣服链接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这个视频给你造成困扰了？你要是觉得不好，我就删掉。不用，你说我要是做穿搭或者健身博主怎么样？现在是短视频时代，说实话，我也想体验一下。当然可以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拍短视频，肯定短时间内粉丝量暴增。有了任磊这句话，我准备大干一场。与此同时，傅氏集团大楼，傅云舒开完会刚从电梯出来，穿过走廊就听见秘书办：“你们看任磊更新的视频了吗？他那位网球搭子可真帅啊！下面的评论都要疯了，听说是大学老师。看了呀，任磊还艾特了他本人的账号，但他本人账号啥也没有。那个视频下面一堆问阿晨有没有女朋友的，不过任磊回复的是已婚，也不知道哪个女人命这么好。你看他身上穿的网球服没？可梦奢侈品家的新款，当然看到了。他身材也太好了吧！我猜他肯定有腹肌，好羡慕任磊有这样的帅哥朋友啊！我还看到有人评论说，那个帅哥好像是京大的老师。回到办公室，傅云舒找到那个不常用的 APP 点了进去。之前王宇和任磊两口子创办账号时，发在群里让朋友们给他们点关注。我当时好像用小号关注了，之后便再也没打开过这个 APP。视频很容易找，因为视频封面就是他们2人打网球的照片。播放视频，傅云舒都没有发现自己的视线一直在我身上。他晚上回到家，我正盘腿坐在沙发上。
傅云舒，我要是在家里拍视频，你会介意吗？怎么想起来拍视频了？这1个月在家待着也是待着，想试试看。想试就试吧，只是也要做好有负面评论的准备，而且不要有压力。本来想说咱们家也不需要你挣钱，想了想还是算了，感觉有点不尊重阿晨。我知道他是关心我，我知道，我就把这个当成一个爱好，还可以多学点技能，我才不会给自己压力。我现在也不需要用这个赚钱，拍视频可以随意一点，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写文案、琢磨视频剪辑等，这样才能做出自己喜欢的作品。你今天去找任磊玩了，我有点惊讶。你看到视频了？他会不会觉得我是因为看到流量了才去尝试做视频的？今天听见秘书办有人在讨论，点进去看了一眼，不过当时看评论的时候，心里有点不爽。这么多那女的对阿晨评头论足，心里不得劲。他把孩子送去预托班了，在家无聊给我打电话，我正好想打网球，我俩一拍即合。有一说一，他家网球场真大，我们打了一上午，太爽了。我俩走到客厅沙发旁坐下，傅云舒开口问我：“你喜欢打网球？”我还是本科时接触的，读研时就没那么多时间打了，这不现在空了，就想着重新把这项运动拾起来。云舒，你打网球怎么样？听说王宇打的也挺不错，改天我们约我们2口子一起。还行，会打。不会也没事儿，我可以教你。任磊发布的那条视频浏览量还在持续增加，再有粉丝点进我账号的主页时，惊喜的发现我发布了第1条视频，紧接着视频发布2小时，浏览量高达10几万，粉丝量暴增。我觉得我好像掌握了流量密码，不枉我花钱请了1对1的健身教练。上完第1节课后，拍了一期健身分享，视频中教了大家几个比较简单的动作，是在专门的健身室内拍的。为了拍摄和剪辑视频，我还找网课学了一些拍摄和剪辑技巧，这个过程会让我非常有成就感。这天我接到了原主亲妈梁心如的电话：“儿子，你怎么想起拍视频了？最近没上班吗？”岳母之前给我请了1个月假。你这孩子，之前说离家远别折腾着回来，现在你这有假期了，也不知道回家看看啊。我之前一直觉得原主跟父母两边应该不太亲近，所以他们没联系我，我也不会主动联系。没想到今天一通电话，让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听着原主妈妈关心的话，我决定回去看看。既然川来了，我要把原主的父母当亲人看待。行了行了，有空回家来看看，住几天，妈给你做你喜欢吃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等傅云舒下班，我跟他说一下。接下来就是妈妈语重心长的叮嘱：“对了，妈跟你打电话没有不让你拍视频的意思，就是怕你顶不住负面压力。咱们家从来没有刻意隐瞒过你的身份，网友分分钟钟能把你的信息挖个底朝天。你想好怎么应对了吗？”妈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原主是护圈公子哥的身份也没啥好扒的，又没什么丑闻，我有啥好怕的？我还特意了解了一下原主的爷爷奶奶的信息，一家3代品行良好，现在流量为王，我说不定还能给公司创造点价值，多分点分红呢。挂断电话又接到了原主亲爸的电话：“儿子，爸还是那句话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有什么事跟爸爸说，爸爸帮你解决。”第一次感受到不管啥事儿都有人给我托底的感觉，原主真不缺爱啊。行啊，小弟，视频拍得不错，啥时候给公司产品做宣传呀？哪用得着我呀？我现在的流量可不能那些明星大腕比，人家直播1场下来交易额能上亿，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。交给你还不是姐姐我一句话的事儿。他也跟我讲了下，你这边信息我让人给你保护起来，放心吧。好嘞，谢谢姐。夏云舟喊我出去吃饭。张婶儿，夏云舟约我出去吃晚饭，我就不在家吃了，得给云舒也说一声。好，早点回家。快坐，我点了牛油麻辣锅底和番茄锅底，都是咱俩爱吃的。这才10来天没见，你黑眼圈怎么这么严重？哎，别提了，最近娃2月闹把我累够呛，我和我妈还有阿姨轮流熬夜带娃，最近就是特别缺觉。今天我老婆终于出差回来了，让她在家带娃，我才能叫你出来吃个火锅。2月闹，不会2个月的孩子都会经历吧？也不是所有的娃都会经历，可能有的娃就是比较高需求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和我老婆绝对不会再要2胎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最近不上班，怎么没想着把蜜月旅行补上啊？傅云说公司事情多，而且我觉得暂时不去也好，一起出去有点尴尬。你也太搞笑了，这有啥尴尬的啊？你俩不会还什么都没做过吧？啊！我操，这是在火锅店，不是在你家，你说啥呢？没事儿，谁能听见咱俩在聊啥？说真的，你们就这样过无性婚姻可不行哦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我只能说我们亲过。这些天他吃完饭就回书房，等他回卧室我都睡着了。从景区回来之后，总感觉他在躲着我。
这哪行？他吃完饭回书房啥意思啊？你就不能等着他回卧室再睡？算了算了，别说这个了，吃饭吃饭。姑爷回来了，这是给傅云舒的咖啡，怎么大晚上的还喝咖啡？小姐让准备的，好像是今晚有个跨国会议，结束的有点晚，姑爷帮忙带上去吧。张婶儿，你把咖啡端走吧，我去给他热杯牛奶。进。傅云舒，喝杯牛奶休息下吧。你回来啦？刚回来，正好遇见张婶给你送咖啡，我觉得你晚上还是少喝点比较好，所以自作主张换成了牛奶。谢谢，阿晨真贴心。要和我一起吃小蛋糕吗？哪来的小蛋糕？路过蛋糕店顺手带的，楼下冰箱塞满了食材，就拿上来放这里了。这个冰箱还是第一次放进去一个小蛋糕呢，以前都是用来放喝的，今天莫名想和阿晨一起吃蛋糕。一起吃吧。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。为了你，我今天的健身可是白练了。那你还吃不吃呀？吃，你先吃。好吃。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蛋糕好吃，还是阿晨喂的好吃。吃完我起身收拾桌子。听张婶说你要开会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傅念念大半夜把人打了，现在在派出所，让乔助理主持今晚的跨国会议。不要担心，早点睡，不用等我。你自己注意安全。回到房间，我也睡不着了。傅念念就是二夫人的女儿，傅云舒的堂妹，书中的新继承人。我好像还没见过她。试图在网上搜索关于傅念念的资料，没想到搜到了她本人的短视频账号。视频中看起来是个很活泼的一个女孩，跟工厂的工人也都相处得很好。其中有个视频下面有她朋友的评论：哎呦，念姐在自家工厂打工呢，好好干，咱云舒姐不会亏待了你，早晚把你调回总公司。我爱工厂，工厂使我快乐。看起来是个踏实做事的毕业生。我记得书中有个情节，傅念念给下面的人开会，提到自己毕业之初在工厂锻炼，然后又去了各个部门工作。也就是说，他毕业后傅云舒并没有给他特权，直接让他从基层开始做起。目前来看，我觉得二夫人、傅星河还有傅念念这三个人都不错。我现在就差傅云舒的二叔还没见过，我不小心给他点了个赞。我一愣，估计是傅念念看到我点赞告诉他的。还没。睡也不用担心，他是正当防卫。好的，那你早点回来。傅云舒回来时我还是没睡，过了那个困的时间点我就睡不着了。怎么还没睡？睡不着看小说呢。今晚到底怎么回事？没啥大事。等他洗完澡出来，我已经趴着睡着了。傅云舒躺在我旁边，我可能是趴着睡不舒服，睡梦中翻了个身，直接压在傅云舒软乎乎的身子上，我一下子就醒了。看着近在咫尺的脸，感受到他的体温和身上沐浴露的香味，想起上次那个记忆犹新的吻。这个吻，我没着急亲上去，而是安静地看着他的反应，看着他逐渐泛红的脸蛋儿。我的心跳得有得快，两人就这样对视，房间里的气氛逐渐暧昧。我慢慢凑过去，轻轻吻了上去。次日醒来，身边的女人已经不见了，拿起手机看一眼，已经是上午10点了。我去上班了。温柔一笑，打字回复：好，注意休息。这时老太太的视频电话打了过来。妈，早上好。哎呦，是不是打扰你睡觉啦？没有，我刚好醒了。妈，你回家了？对啊，今天早上到家的。你中午过来吧，妈给你们带了很多礼物。好。我踏进老宅的院子时，看见老太太正在跟一个男人说话，走近才认出来，竟然是傅云舒的二叔。二叔也在啊。听说你妈回来了，我趁着还没回临城就过来看看。阿晨这是没上班？这不是他们两人刚结婚吗？我就想着给阿晨请了1个月的假，让他们去度蜜月。这不我胳膊摔骨折了，他俩孝顺，非要陪着。蜜月都没出门，不过假都请了，就让阿晨在家好好休息休息。等他回去上课，肯定就忙了。是啊，我家星河也这么说，这一上班就没空玩了，天天忙得要命。那大嫂你俩聊，我今天就回临城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路上慢点儿。二叔，我送送您。好啊，我听说你教的是审计学专业。是的，挺好的，学审计有前途啊。怎么没想着进事务所？京市几个比较好的事务所，你完全可以随便挑。二叔说笑了，我哪有那么厉害？
而且事务所太忙了，我想干点清闲点的。其实我上一世最大的梦想就是进4大事务所，但连实习都没进去。不过我清楚的知道事务所的工作量有多大，在这里我还是想踏踏实实做老师就好。当老师也挺好的。他没再说什么，走到门口坐上车就走了。我看着车子远去往屋里走去，脑子里还在思考傅经纬的话。进了屋，老太太牵着我的手跟我说：“你二叔这个人以后要防着点儿。你二叔这个人心机太重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得小心点才行。当年我们2口子创业，老爷子给了一笔启动资金，傅经纬觉得老爷子偏心，也要了一笔钱，学我们开始做生意。后来我们创业成功了，他非说是老爷子背后贴补了我们，要求我们把公司分一半给他。那时候老爷子病重，你们爸不想兄弟离心，让老爷子死不瞑目，就答应给了他一半。结果后来他自己把那一半转移到林城独立了出去，总想证明比我们强。但是这么些年过去了，林城公司依旧没什么起色。他今天来无非就是想让我给傅云舒压力，让一部分项目给他。你看他表面波澜不惊，其实心眼子多着呢。这二叔还真不是什么好人啊，凭什么要让一部分项目给他？当初他还想让星河去富士集团总部上班，星河不愿意，是云舒把他安排去景区那边工作的。刚才他话里有话，说他儿子在景区忙得要命，不就是埋怨云舒没让星河进富士吗？年年一开始在工厂实习的时候，他也是埋怨的不行。他这心眼子啊，我都懒得说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反正你心里有数就行。我那老姐妹的儿子是做拍卖工作的，昨天我去了拍卖会，买了几样东西，你打开盒子看看。你好好收着，有机会就带一带，没机会就收藏起来，都是保值的。看得出来老太太是打心眼里喜欢我。哎呀，妈知道你懂事，但也不能整天跟我待着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好好好，那您在家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您。这天我想出门练练开车，准备到时候自己开车上班。不巧的是，刚出门没开出去多远，就被人追尾了。你怎么开车的呀？会不会开啊？你好，帅哥，加个微信吧，咱私聊，多少钱我都给你修。在车上没感受到多大的撞击，身体也没有任何不适。我没理那人，走过去看了下车屁股，有一块瘪进去了。别私聊了，我报警吧。让交警来。当我傻呀？私了能说清楚，后续说不定麻烦事儿一大堆。交警很快就过来了，让我俩把车开到安全的地方处理，最终判后面的车全责。前面停下来一辆黑色的车。阿晨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他全责，交警都处理好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星河告诉我的，我不放心，你过来看看。傅星河的嘴巴真快啊！我就刚刚回他消息的时候提了一嘴，没想到他直接就告诉傅云舒了。没啥大事儿，你不用着急忙慌的过来，我能处理。坐我的车回去吧，剩下的让周管家过来处理。交警处理好，给两人一人一张单子。怎么了？以后还是让刘叔送你吧，你自己开车我不放心。傅云舒真关心我。算了，我这车技确实也不咋地，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，还是别开车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又是一个周末，上次母亲打来电话后，我跟傅云舒说好了一起回海城看看，还准备了很多贵重的礼品。先回亲妈良心如家，刚进院子就听到一个清脆的女声：“就把我的卡解冻了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”她是原主亲妈和后爸的女儿顾金妍，今年上高一，非常叛逆。我记得之前给我发消息让我报金币，我转过5000给她，被她嫌弃太少，就再也没转过了，让她找她爸要。这不知道又闯啥祸了。老爷夫人，陈少爷和少夫人回来了。爸，阿晨和云舒回来了，你妈出去打麻将了，我现在给她打电话叫她回来。爸，你这也太偏心了吧！我回来你就拉着长脸，我哥一回来，你脸上褶子都要笑出来了。明明我才是亲生的。对，我就是偏心，你要像你哥一样省心，我也冲你笑。嫂子，帮个忙呗。什么忙？嫂子，报点金币呗。傅云舒会意拿起手机点了点，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你搞什么鬼？谁给你转了10万块钱？嫂子给的。爸，哥，嫂子，我学校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爸，今年这是又闯祸了，在学校顶撞了他们年级主任，这还是我听他同学说的。这一天天的就知道闯祸。等周一我再去给他年级主任道个歉。阿晨，云舒，这是我第一次见梁心如，很漂亮，一点都看不出有50多岁的样子。我以为你来还得晚点才能回来呢。飞机提前半个小时落地，所以比原计划的早了一点。妈给你买了点东西，你跟妈去看看，
让云舒跟你爸在这聊会儿天。来来来，你看，我上次去法国的时候买的。谢谢妈。哎呦，你这孩子这么大人了，还跟个小孩一样。你说说你，啥事儿都不爱吭声，小时候学校有事儿也不和家里说，又倔又独立，这是咋了？云舒惹你生气了？没有，云舒很好，我过得很好。叫你来就是想问问婚后生活怎么样，有啥事儿记得跟我说，别自己憋着不吭声。你就放心吧，大家都很好，我过得很开心。那就好。我怎么发现你结了婚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以前你可不愿意陪我在这儿聊天，以前的你肯定已经嫌烦不让我问了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大概是结婚了，想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肯定想跟你好好说会儿话呀。我儿子长大了，这些衣服饰品你试试，还有我给云舒买的那些，你们回去的时候一起带走。好。老公，中午我下厨，你们看看想吃点啥？老婆，我喜欢吃啥你还不知道吗？你问问儿子儿媳妇想吃啥。你们两个想吃点啥？你慢点儿，别闪了腰。不会的，不是有你吗？咦，这狗粮，我中午可以不用吃饭了。你跟你老婆也可以啊。我愣了一下，看向傅云舒，没想到他也看过来，气氛有点微妙。妈，我要吃糖醋排骨，还有那个清蒸鱼。两人有商有量的就去了厨房。傅云舒，你刚才跟我爸聊了些什么？就是生意上的事。什么事啊？按说我俩联姻涉及的是温父两家的利益，不牵扯顾家，而且两家没有任何合作，这俩人有啥生意可谈？我有些好奇。爸让我小心二叔，他前段时间碰到二叔来海城见了一个供应商，那个供应商长期和我们富士合作，这事你不要跟任何人说，可能会造成富士股票变动。我明白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。上次在老宅碰到二叔，妈也跟我说让我们防着二叔来着。不用担心，这事我会让人去查。我突然想到书中那场车祸，你说你二叔会不会因为生意做一些违法的事啊？你也察觉到了。我爸在海城碰到他，私下约见核心供应商，那人握着关键生产线。不止这个，妈跟我讲过，当年你们白手起家，二叔就因分家产闹过，现在又偷偷接触我们的人，摆明了是冲着富士来的。我一直不敢往最坏的地方想，可他的动作越来越明显。温晨，这事太危险，你别正面掺和，我怕他对你下手。我是你丈夫，妈都把我当自家人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扛？我们一起小心，大不了出行都让刘叔跟着，不会有事的。好，听你的。在海城又待了2天。晨晨，云舒工作压力大，你每天盯着他按时吃饭，别总靠咖啡扛着。知道了，妈，我天天监督，保证让他吃好喝好。傅经纬那边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给我打电话。温家在京市还有些人脉，能帮上忙。我记着了，爸。嫂子，下次回来再给我报金币呗，我保证好好读书。说话算话，不然下次可没有。一定算话。怎么了？没想到家里的糟心事还要麻烦你爸妈跟着操心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分什么你的我的？再说我爸妈疼你比疼我还多，乐意着呢。油嘴滑舌。阿晨可算回来了，快让妈看看是不是瘦了，在海城是不是没好好吃饭，脸色都薄了。妈，我没瘦，顿顿都吃撑了。倒是云舒天天忙工作，你该心疼她。你也一样，不许硬扛。今晚妈让厨房做你们俩爱吃的菜，好好补一补。知道了妈，我们都好好的。傅经纬那东西没找你们麻烦吧？暂时没有，但我们已经安排人查他的账和行踪了。查，必须查到底。当年他抢家产我就忍了，现在还敢打我女婿我女儿，还有傅氏的主意，真当傅家人是摆设？妈，你别生气，小心气坏身体。我不生气，我就是气不过。你们放心查，妈给你们撑腰。老宅这边我盯着，他别想耍花样。没过3天，傅云舒的助理就带着完整证据赶回了京市。总裁，全都查清楚了。傅总挪用临城分公司3亿资金填补私债，还勾结外部对手，想抢城西的核心项目。就只是经济问题。在您常用的那辆出行车上偷偷改动了刹车管路，打算制造意外。难怪原助理会出车祸，原来是他处心积虑搞的鬼。通知所有董事，明天上午10点紧急董事会。是。别怕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，有我在。傅经纬利用职务挪用公款，蓄意谋害公司总裁，证据确凿，从今日起解除一切职务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你胡说！你这是栽赃陷害！是不是陷害？法官会给你答案。消息传到老宅，傅
傅云舒，你凭什么抓我丈夫？我们一家待你不薄，你这个白眼狼！凭他作恶多端，谋害我女儿女婿，你再闹一句，就连你一起带走调查。都解决了，以后再也没人能欺负你了。多亏了你，还有妈。那傅念念呢？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他从头到尾都没参与，还偷偷劝过他爸收手。是个明事理的孩子，我留他在傅氏基层历练，凭本事做事，不搞连坐。你做得对。回到学校上课，温老师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之前是我小心眼乱说话，乱揣测你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没事，都是同事，过去了就不提了。谢谢你，温老师，以后有需要尽管说。温老师，你讲的也太清楚了，简直是我们的救星啊！温老师，你的短视频快点更新啊，我们都等着看呢。好，我尽量多拍多更新。今天上课顺利吗？累不累？特别顺利，学生们都很喜欢我，一点都不累。对了，我突然想起，任磊刚才打电话约我们周末去他家打网球，王宇也去。你还想打？当然，你陪我一起去，我教你打，保证一学就会。好，听你的。姐夫姐，可算把你们盼来了。我可刷到你打网球的视频了，热度特别高，打得确实好。随便玩玩，谈不上专业。姐夫，你现在可是网红老师了，下次拍视频带上我呗，随时都行，只要你有空陪我练球。晚上回到老宅吃饭，老太太突然放下筷子。我有件正事要跟你们说。妈，你说。阿晨啊，你跟云舒结婚大半年了，感情这么好，是不是该让我早点抱上外孙了？我天天在家闲着，就想带带娃。妈，我们知道了，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这还差不多，早点让我抱上娃，我天天给你们带，保证养得白白胖胖。谁要跟你顺其自然？除了你，我还能跟谁顺其自然？半年后，温晨，你看，怀孕了，我们有宝宝了。医生说已经6周了。太好了，我要当爸爸了，妈要当外婆了。消息传到老宅，云舒，你想吃酸的还是甜的？妈让厨房立刻做。阿晨你也盯着点儿，他半夜饿了，你立刻喊厨房。阿晨，我腿肿了。我给你揉，轻轻揉。阿晨，我饿了。我给你煮小馄饨，马上就好。阿晨，你会不会觉得麻烦？永远不会。你和宝宝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贝。傅云舒顺利生下一位龙凤胎，男孩眉眼像我，女孩酷似傅云舒，粉雕玉琢，可爱极了。我看着2个小不点，眼泪瞬间掉了下来。云舒，你看，像你，也像我，太好看了。我们的宝宝。老太太抱着2个孩子，太好了，我们傅家有后了，我终于抱上外孙外孙女了。孩子满月那天，傅家举办了盛大的宴席。这也太可爱了，借我带回家玩2天。别捣乱，小心碰着宝宝。我牵着傅云舒的手，看着眼前热闹温馨的一切。阿晨，谢谢你给我这么圆满的家。该说谢谢的是我。夜晚，孩子们在婴儿床里熟睡。阿晨，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吗？会，一辈子都会。爸爸妈妈身体康健，宝宝健康长大，我们守着彼此，好好生活。晚风温柔，星光璀璨，这就是我想要的一生。